好，志涵哈，是说这个你跟这个蔡壁如哈，刚刚老沈也劝你们哦，是柯文哲现在有难哦，民众党现在呢风雨飘摇哈，那内忧外患，是不是这个党里面的人就都不要骂来骂去？那你既然跟蔡壁如已经承认了，说他是因为他比较这个资深，所以他要检讨自己的修养，那到底怎样？你们以后还吵吗？其实真的没有吵，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点放大解读，说我们两个彼此之间说话的一些内容。其实简单来说，碧如姐她当时针对柯文哲主席被羁押，她有她的一些判断，跟她上节目的一些说法。那当然这边我们有听到了一些不同的想法。那我觉得呢，经过沟通，其实民众党一直是一个很重视沟通的一个政党，所以这样子的沟通，其实你看这也不叫吵架，这个就是把大家对于整个司法案件在侦查过程当中，大家的忧心，还有希望怎么样不要再擦枪走火，或者是提供一些错误的资讯给检方。因为其实我一直强调的是，在里头作证的讯息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作证的真伪或者是真实性、确实性，它都会影响到整个官司。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谨记着这把尺就好了。但我今天呢，还是想要讲一下说，刚刚看到那个我们的郑律师哦，郑声元律师，他有在这个网络上头征才这个事情呢，我必须要说，我对我们的律师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因为他们长期以来遭受到非常重的压力，包含像是柯文哲主席他这个解除羁押之后，他有跟我们的同仁说，他在里面碰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就是照理来说，就算他是在被羁押的状态，他是一个被告，他都有他的司法人权。可是呢，在整个过程当中，不但是问 A 案压 B 案，然后呢疲劳的侦讯，然后重复的侦讯不说，他甚至连他的人权都没有了。他说他好几次在一开始在进入到这个北所的时候，突然之间呢，这个检察官就出现在他的舍房，一大早，然后就把人拎走了。而拎走了，他也没有被关过，他怎么会知道？对，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去了4次。去了4次之后呢，他回来，他的舍友才跟他说：“哎，奇怪，我们呢要被侦讯，这个检察官都会给我们一个这个通知书，那个叫什么？那个通知他们要隔天要开庭。好，结果他都没有。这个时候，柯文哲主席才发现说：，哎，他都不晓得。而且你知道吗？这严重在哪里？不是他个人不晓得，没有做好准备，他的律师也都不知道。所以到第5次的时候呢，他就拒绝了。结果那个时候马上哇，北检马上就放消息出来说，柯文哲好大牌啊，这么大牌，叫他来这个侦讯他也不要。然后呢，就开始歪头铺天盖地的各种讯息。可是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检方根本就违反了侦查的程序。那我们要说的是，台湾的司法面对一个在野党的主席柯文哲尚且如此，他们还有什么东西是做不出来的？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律师，他面对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包含每一周《镜周刊》都会有新的内容、新的讯息被泄露，然后我们的律师还要被威胁说，是不是你们泄露出去的？这个司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刀，然后再挥向我们的人民。难道我们还不能站出来为自己发声吗？我要再说，刚刚一直在说什么串证灭证，如果当时我们去把事情厘清真相，到现在所有的人都被关起来了，我们想要厘清也没有办法了。主持人，来领导，不，他系列哈，我要替你回应他一下。我觉得志涵没有听进去你这个话，他讲了一大堆，今天我在报上也都看到了，跟你刚才劝他说要怎么讲，根本是不相关的。我举个例子了哈，志涵不好意思，比如说我是你，那他是蔡壁如啊，发生了那个你拉印的问题啊，他发生那个 when 的问题了，那我第2天或者是当天晚上碰到他，我讲老少，你有较糊涂呢。啊！你还没有代志，好多个呢，后边那个细的吼，唔好个呢，这市民家败啊，个汉不这样讲了就没事了。而且呢，我跟他讲的方式呢，外面不会知道，你们是搞到外面都知道了，而且还讨论了好几天，是这个意思啊？你还是没有听进去啊？这样了哈，老沈，你是来宾，你可以讲；我是主持人，我只丢问题，我不替来宾回答问题，所以我丢了问题以后，你回答。你愿意回答你就回答，你不愿意回答，我没有意见。我以为是你很仁慈，不是？你是
来宾你们彼此，我也希望看到你们交锋啊，交锋很好啊，好看啊哈。但是我主持人我不能够替来宾说你回答的不对，你应该这样，我不会这样讲的。来，林涛，所以赵大哥，我觉得整个台湾民众党现在柯文哲主席的案子有一要说一啦，就是说针对为什么这个礼拜6 1月11号国民党要支持台湾民众党上街，因为司法不公，这是很明确的嘛。郑文灿7年的案子，为什么这个拖了这么久？柯文哲今年马上被查，然后4个月羁押完之后没有查到金流，郑文灿是600万放在保冷袋，那个黑色袋子里面有专汇款，到最后换成木盒换回去，那个重量是5点多公斤，他是被抓到的，还有监听译文。那柯文哲抓到什么？就是在整个司法的公正的审判过程中，违反侦查不公开、特定的针对，然后差别待遇，这是我们认为这个要挺司法不公的地方嘛。可是柯文哲主席有没有在过程中违背他过去认为的政治的理念？有没有在过程中在政治的申报现金有违反？有，所以这两个切开来讲嘛。那我觉得要谈到在讲说那个史书华啦，我说真的，史书华就是淘宝华，一直赚淘宝，一直爽。那你还要出来批评别人什么？然后刚才那2个医师，我也觉得满腹不解。你明明当时候是跟柯主席，是人家这个医师的学生，然后呢？其实刚才赵大哥也讲得清楚，政治现金你拿了之后，你有申报没有申报才是重点，而不是拿了。那你说这个来源不明，那为什么来跟你交代？谁捐的？为什么要跟你讲？所以这些人现在是落井下石到一个极致点，而且没有依照事实讲话。你如果依照事实讲话，依照起诉书来评价嘛。所以我觉得收拢我回来了，就是我知道大佬讲的就是说，今天本人是不要内乱啦，不要今天已经外界在攻击你了。然后志涵跟蔡壁如还要打成这样子，那如果要这样平息的话，我也会平息啊。蔡壁如讲的是，柯主席在台大医院的资料夹是从 KO 变成 WEN， 他没有说柯主席现在的 USB 里面 WEN 是柯主席自己写的，只是检方把他从台大医院的论述勾连到了 USB 里面的 WEN， 这不是很清楚吗？所以蔡壁如会出来喊冤嘛，我又没有讲黑柯主席，可他现在被小草误会，整个杀嘛。那我觉得志涵他们现在被提到说死期，我真的觉得啦，要伤也是柯文哲主席伤啦，因为陈志涵身为一个幕僚跟他赖，他当然会给你任何的法律的攻防跟政治的效应嘛，所以。志涵在法律上给他建议之后，柯主席他到最后志涵是说，那法律死期，那么我们在政治说你还是要保持你的能量，所以柯文哲主席才说好，结论是我们叫会计师公会来给大家记者会来查，所以我觉得分析起来就长这样子。我是觉得啦，今天是好意，就是说台湾民众党在这个过程中，1月11号的司法不公公平审判。我觉得这才是主轴。如果进到个别的案子，然后再加上志涵跟这个蔡壁如这样吵，我不觉得这样能量会汇集。你们国民党准备用怎么样的规模去挺他们的游行？我们其实表示很直接的意见嘛，在脸书，在所有的声量里面，我们都先开绿灯，因为基本上很多的立委跟市议员说，那我们要不要支持你们嘛？那支持你们，说真的，我们跟采薇到地方上走行程，也会有很大的压力啊。说为什么他们涉入这个司法的案件，你要挺成这样？是啊，我们的压力很大，所以我才问你们准备的规模是怎么样子？所以国民党很清楚。就是针对整个的司法不公的事情，我们要支持。可是针对柯文哲主席自己的司法案件，我们没办法帮他讲话。1月11号他们要办那个电狗机，你们会多少人会去？我觉得，因为现在就是开放吗？对，开放，全部都开放，自由参加。然后像有一些我知道党内有一些同志，他就走一段，他也不想要走到主舞台上去，因为搞不好看到黄珊珊或什么，他觉得过去跟他有攻防，他也不想要走。那我就觉得各自就是自己选择啊。好不好？这个志涵哈，既然他们这么关心，我就在直接问了，你跟蔡壁如就是说还会继续吵吗？还是到此为止，还是会和解？本来就没有要吵，就这样说。但是每天都等你们在吵啊。没有啊，就是。其实，如果碧如姐她今天就已经说了嘛，就是大家就不要再她是前辈聚焦这件事情。那我当然也尊重她是前辈，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谨言慎行，这样子。休息了再回来。
南投草屯镇长要补选啊，因为现任国民党的镇长呢，那么不幸啊这个猝死啊，所以现在补选。那民进党就把他当成了说大罢免的前哨战啊。那陈时中呢，在这个台上就喊了，说我支持2月大罢免。那就让人家觉得说，你陈时中是什么人？你是民进党团的什么人？还是你是候选人？你是政务委员呢？政务委员拿纳税人的钱呢？纳税人不分蓝绿都在纳税。那你在这时候你怎么去讲这个话呢？所以就有人说应该把陈时中应该下台啊。那这次这个南投草屯镇长这个补选的南投县长许淑华，那花了不少心力了哈。那所以呢，他就说陈时中身为政务官，行政应该中立啊，附和民进党团柯建铭。哦，当然，因为他们两个只能讲这个关系，两个都是牙医师了啊。那鼓噪大罢免，明显不适任，浪费社会资源。行政单位接受民意机关的监督是对的，应该尊重民意机关嘛。像南投县政府就很乐意接受南投县议员的合理监督啊。哦，也不会因为民进党团恶意操作罢免，就发起罢免地方县的这个绿营的议员啊来反制。我们不会做这事，我们尊重我们县政府，我们怎么搞什么罢免不罢免呢？怎么反制不反制呢？我们就尊重议员嘛。哦，这个许淑华的这回答了哈。那这个陈时中啊，在台上就说要这个2月起拼大罢免啊。那所以呢，这个媒体就说啊，陈时中就是当家闹事嘛，这才是乱源嘛。哦，什么是乱源呢？为什么这个政局搞得这么乱呢？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哈。好，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他就问赖清德了，说啊，柯文哲这个柯建铭说要双罢韩国瑜，罢这个41个立委啊，为什么41个呢？因为剩下是不分区，他罢不了。国民党的区域是41个，就把你们都给你们罢掉啊！真的用公投来教训你们啊！那韩国瑜昨天协商的时候就是说，拜托，希望气氛融洽一点。因为这搞不好我最后一次主持，我快被罢免了啊，就故意这样消遣了哈。柯建铭说：“哎呀，不要一语成谶啊，他我们只是老兄弟啊，这个开玩笑啊，大家老兄弟开玩笑一下啊，并不是真的啊，等等啊。那但是党团那个提案都出来了，用民进党党团的这个名义都出来了哈。那民进党委员说他尊重这是他个人想法了，但是并不是最后的这个方案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有人就说这是疯了吗？怎么会提出这样的意见呢？哦，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先叫他疯狂啊，这个意思吗？福院党密商，柯建铭暴冲该怎么办啊？那林思明说呢，好吧，将来可能他说柯建铭是为了保他的总召之位了，说可能蔡其昌是这个将来的人选哈。那吴思瑶就是说国民党的胡言乱语啊，为什么蔡其昌去接受呢？为什么不是我呢？哦，为什么柯建铭不会继续做呢？那蔡其昌那边又说，因为他是中华什么棒球协会的这个理事长，所以呢怕因此染上政治色彩了啊、哦。那这个郭正亮就说呢，指柯建铭啊最气的人其实是赖清德啊。那这个民进党里面呢，这个现在内部呢乱象很多啊。那另外呢，这个柯建铭啊，这个林左水就说1年以前就警告了。没人听，是你们的路线有问题嘛？哦，路线有问题哈、哦，所以呢，你现在不是你主要是上面人必须要和解啊，哦，这也不是一个党团就能够真的决定的。你总统啊什么，你这些人不去和解，你光叫这个党团和解，党团怎么和解？所以他认为路线是有问题的啊、哦，路线有问题啊、哦。那另外在野党要封杀院长，本来这个案子不会过嘛，1/3立委提案，2/3通过。你民进党现在有2/3吗？1/2都没有，怎么去罢免韩国瑜呢？哦，所以韩国瑜说搞不好最后一次协调，那也是一个玩笑话了哈。我们看一下，朝野对立加剧，总统才向立法院长韩国瑜递出咖啡邀请，绿营党命柯建铭却率先喊出罢免蓝营41席区域立委，似乎让党内措手不及。这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主持朝野协商了啊，最后一次，因为我马上就要被罢免了。我们不希望说一语成谶了，大概老兄弟就开玩笑的哈。
就是玩笑一场。6号朝野协商，柯建铭迅速收敛锋芒，但有别于过去，柯建铭发文，党籍立委可谓一呼百应。如今即便总召逐一标记回复，仍寥寥无几，隔岸观火的蓝营率先破题。这个他讲的话，赖清德都不爱听了。蔡先生当然比他更适合。党团也已经进行新任干部、新会期干部的登记，那期限还没到。总召一职寻往例开放登记，暂且不知是否会有挑战者强势问鼎。但总蓝英德与韩国瑜的咖啡之约还没破局，总统府就声明可能会与院长跟朝野党团代表在赴美前会面，对外团结深化台美关系，可能挑在15号。或16号接见韩国瑜一行。毕竟咖啡之约言犹在耳，哪怕台面上闹得再僵，终得走个过场。姚山。是，我们会看到这一次啦，应该说大家都是这种肺腑之言啦，就觉得说啊，怎么那么难过，这个国会变成这样，都没有办法好好讨论。那其实国会很重要啊，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民生法案，其实也都还卡在立法院嘛，那所以需要赶快通过，包含我们的这个总预算，其实也很急呀。你看现在都已经1月了，都是新的年度了，我们还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些法案可以尽早通过。所以当然是希望立法院的委员们可以认真的去审这些议案嘛，不要再做一些无谓的政治攻防。那我想像陈时中政委他在这个草屯讲出这个话，就我觉得他是蛮有趣的啊。应该说他的重点应该是说，他要催票嘛，因为草屯镇正在补选。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可能都不知道说草屯正在补选，因为他们的镇长就是因为前一阵子因为可能心肌是梗塞还是怎么样，就过世了，所以蛮急着要补选的。那补选大家都知道投票率低嘛，那你就要催票。那催票你当然会说出一些政治性的语言，希望民众出来投票嘛。真的。那所以你在这个投票上面，在草屯的这一席，当然跟2月的事情其实基本上还是分开的啦。那民进党现在其实当然是没有要做所谓罢免的行动，我们还是尊重公民团体的意见。那当然我们还是重点还是国民党自己希望把选罢法的门槛修高，也已经过了3读，可是也没有送进来呀。那所以到底国民党在玩这个是什么把戏呢？我们也很想知道，就是到底大家国民党对于这个选罢法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意见是什么？我希望他们讲清楚。那今天又有人喊说啊，要罢免绿营的立委，那请问绿营的立委做错了什么事情吗？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有一些论述的，不是说啊说要罢就罢。那我觉得公民团体我们就尊重人民，但是我觉得国民党的立委也不应该去喊出说什么要罢免他的同事，我觉得这是不恰当的啦。林卓水所讲的这个是路线问题，其实这个讲法跟昨天游盈隆在说这个其实是最高层的政策选择错误，他说有2点错误是很接近的啦。那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回到最近大家都看到民进党团内跟民进党团跟内阁还有民进党团跟总统之间呢，好像有一些非常不融洽的关系。那各界的评论我觉得都没有到家，尤其我觉得起码跟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民进党没有你们想象这样，民进党还是一个党，民进党是老鹰多呢，还是鸽子多呢？甚至是老鹰跟鸽子分成2边吗？错了，民进党整个党就是老鹰党啊！民进党受不了什么？民进党受不了朝小野大嘛！而且他们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这个朝小野大要继续到2028年呢，那他们受不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灾难呢，你知道吗？潘孟安都讲这是个灾难了。所以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就除了群众运动，除了青鸟，除了大规模的罢免以外，没有第2条路。但是呢，吴思瑶他老板，他真的讲了真话。吴思瑶说：“为什么柯文哲被你们跟那个柯建铭被你们修理成这个样子啊？他好像看起来没有人挺他。不是的，吴思瑶说我们各司其位，各有功能，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柯啊，做了30几年，而且总召做了那么久，这是他的最后一届，他的挫折感最大。他没有想到最后一届是最麻烦的一届，他真的寸步难行。所以呢，他是第一线要跟对手火拼的，所以他讲话最激烈。总统是目前还装笑脸，因为他觉得说我还不需要把我的剑招露出来给你们看。然后讲到南投助讲。陈时中带谁去啊？陈时中到王一川去，还有带林静瑜去。林静瑜是一个落选的，变成卫福部政次的人。那王一川呢，也是不分区立委，所以他们3个人都不怕大罢免或者什么事情的，所以他们是代表这个鹰派唯一的鹰派的政党的一个事不关己，但是要打可以打
因为再怎么打都不会伤害到我们3个人，所以他们可以这样讲。所以总统有总统的考量，这3位有他们就是说我没代志啊，但是哪要叫我修理，我出来修理不要紧。那所有区域的立委都是上线的风向，因为最好是不要被国民党点名点到。没代志，我最在意的还是2028要连任，而且要花最低的成本。所以各司其职，各有功能。你像我多挺你的老板，这个才是真相啊，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就柯文哲当然最后一届他挫折很大，又开了刀，2个膝盖都柯建铭又2个膝盖都开刀了，所以他就是有一点走样啦，有一点就是讲话讲得过分啦。但是你看他目前的处境，整个民进党的处境，走样的人多了，他不在乎了。他开个膝盖怎么会开成这样子？不然开了他的膝盖是不好啊。我知道很多人就换人工关节什么，我看换完都好好的，活蹦乱跳啊。那你看想呢？你怎么可以隔空诊断呢？你又不晓得他膝盖是什么？我就是不知道，所以问你们，你是医生，你是不是知道怎么回事嘛？膝盖的麻烦也是千万种啊。有些人不需要开的也开了啊，有些人不需要打那个 LPP 那个什么那个 plasma 的那个也打了。我跟你讲，膝盖是骨科医生最麻烦的病。而且呢，也是最容易赚钱的地方。对了，换人工膝盖什么都能之类的。健保人工膝盖还有说你要不要加钱，我给你更升级的之类的。对了，所以现在骨科医学生很喜欢念骨科啊，骨科很热门的。是。那柯建铭，我觉得挫折感我们知道，他以前是这个韩水会结冻啊，在立法院啊。那个时候呢，特别跟王金平2个人的配合的又很好啊，所以我讲嘛，以前。国民党是多数，在立法院多数，表决就是法案也过不了。国民党少数更不用讲了，民进党就这样碾压过去，弄那个半天，对不对？所以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也算不执政，所以选民很生气嘛。我给你多数3/4啦，马英九当选总统的时候，国民党立法院席是3/4的多强势啊，给你3/4也没用，后来变成2/3也没用，干脆让你们只有什么30几席了，跟你多有什么用呢？所以选民会看呢。多也没用啊，你也没什么表现啊，所以那个时候柯建铭跟王金平2个人在立法院，等于这2个人就是掌控了立法院嘛。马英九一点办法也没有啊，行政部门一点办法也没有啊。那问题是柯建铭现在不是啦，蓝白一结合就表决你就输了，所以他现在挫折感当然是很重嘛。休息一下再回来。你去过他？好，那么国民党也正式下战帖了，谁怕谁啊？会以霸制霸那甚至呢，这个赖士葆说，他们党团呢说要反制柯建铭，要罢免38个民进党的区域立委那不过王鹏也好像说是个人意见都是个人意见那赖士葆是说党团有决议。不过他没讲说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要党中央做决定啊？因为国民党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王宏维对了，你38个何其劳师动众啊！你现在只是喊话而已嘛，这样刚刚柯建铭讲的要罢免41个，怎么可能嘛？这你喊罢要罢我全部，我也喊罢你全部嘛，到时候怎么到这个战术战略要怎么用再说了。现在都处于喊话阶段了。可是虽然讲说有些是罢不掉的，但你一旦真的被人家开启发起罢免，还是很痛苦的剥一层皮一样你还是得应战你还怕吗？那个票开得很难看就算你没有罢成，也难看也很难看你还影响你下次的选举没有人想要被罢免你想这道理嘛？那吴思耀说不乐见罢免成为政治报复了，因为国民党说要罢免38系列，所以他们也在乎哪有不在意呢？还是在意的你现在只锁定4席，那太少了。你起码要锁定个10席、12席那来那全面开战，你锁定我几席，我就锁定你几席然后来战了本来政党就是这样子嘛。那这个柯建铭说，不要说党团等很久了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说，民进党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了，说我们该做的都会做好吧？那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下。我们党
党团已经决定了啦，他们全面罢，我们也全面罢了，不是罢4个，罢38个，就以罢制罢了。柯建铭算盘都不会算了，他还以为他是在全面执政的时候，以为罢掉以后改选，他的席次增加。我怎么看？横的看，竖的看，直的看，这个东看西看，罢掉再改选。民进党席次一定掉，因为老百姓讨厌你这个执政党，怎么会不到2年时间要选2次，一次选举，一次罢免，罢免完了以后还要再选补选，得选3次，这个是全世界没有的民主国家有做的事情。来，伟汉。这个在不同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得到答案完全不一样。好，就结合刚刚我们前面段在谈，为什么柯建铭最近变这样？很多人讨论嘛，是不是因为脚受伤的关系？哦，让他的判断失准了，或者是他内心焦虑？其实很多人在讨论哈，蓝绿白都有。好，白可能最近比较没有管他了，对不起，蓝绿哈。但是得到的答案是什么？虽然他做的这些事情，党中央都非常这个温和的说啊，这不是我们意见，因为吴思瑶是他的干事长，跟吴思瑶讲说啊，这是我们总召动足机先，他的看法比较远，那跟我们的总统总统是党主席，高度不一样，位置不一样，所以选择不一样，他不把它解读成为不同调，因为不想要让老柯不高兴，好，这个是党中央并没有跟进所谓的大罢免。第二个，以事实来看的话，不可能罢掉。也不能罢掉韩国瑜院长，只能够换掉他改选嘛，因为那叫立法委员院长副院长互选办法里面第8条讲说1/3提案2/3通过，所以今天礼拜2程序委员会根本就不排这个案子啊，你连排案都排不成，最后投票也投不成，那为什么要讲41大罢免全部都罢掉？好，刚刚赖士宝台北市文山区你罢得掉吗？这是个深蓝区，同样的我也讲了，台南跟高雄民进党立委要被罢掉，基本上也都办不到，那为什么要讲？柯建铭他就是要血流成河嘛。今天赖士宝讲完话之后，为什么王宏威马上把他做修正，说我们没有这个建议？因为我记得好像是谁郭文还是谁，很好，那就来倒阁啊！既然你38席要罢你们41席，其实国民党也不是41啊，他是39加2把陈超明、高金这么算进来，你都要去罢这些，现在干脆不分区也加进，因为不分区不能罢嘛，干脆倒阁重选算了。因为现在目前民进党里面确实弥漫的哈，这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们现在民进党到底是4成还是5成？因为赖清德几份民调，台湾民意基金会、美丽岛电子报跟静电视都是5成以上，可他得票是4成，所以干脆倒阁以后，我们其实说不定还比现在还多，干脆全部都来。但这个事情不会发生，跟刚刚那个韩国瑜换掉或者是大本都不会发生。所以你看赖士宝的说法，党团党中央不跟进；柯建铭的说法，党团党中央都不跟进。然后呢，在这边爆冲过程当中，因为公民团体已经有10个，这个不是只有在讲而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包含从台北到新北到中台湾、新竹还有云林，有10个国民党立委已经在动作了嘛？这些人是叫公民团体，当然有人讲说那是民进党侧翼，可他们真的在做个事情呢，不会停的啦。所以2月1号一定会有的。那所以当党中央没有要追加认证这个行动的同时，林右昌秘书长接受我访问也说没有的时候，柯建铭讲一句，陈时中再补一句，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比较支持民进党的评论员啊，还有 KOL， 他们讲说就是这个时候了，不要再归了。以后这10个运动，这10个蓝委的罢免，他才不会无疾而终。如果真的有1个2个过了以后，现在民进党是51席，国民党是52席，民进党会变成是立院最大党。虽然他不会过半，但是呢，整个气势上面也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做了。林涛，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今天下午就是说在很多的推播新闻都可以看到，我们跟这个相关的媒体人对于这一题的讨论是非常激动的。那为什么讨论激动呢？因为国民党再也不让了，再也不退了，每一次都是你挑起的。那你还讲说，国民党你不要在这个过程发起这个大罢免时代，国民党哪有发起大罢免时代？刚才民进党朋友讲说，你们不要随随便便就针对这些立委，然后提起罢免，谁在基隆先提起恶罢的？后来大家发现，原来罢免谢国良的理由，东岸商场大日是败诉5次，败给基隆市政府，结果所有的理由不成立，导致民进党在基隆兵败如山倒。谢国良高票过关，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到是你挑起的恶霸，所以我觉得今天国民党为什么讲说，不管是赖士宝委员或是整个国民党的基调，为什么会踩这么硬？因为国民党从来不是要轻挑开启这个大罢免时代的人，我们是我们在这个立法院票在投票，政策讨论民主的常态在立法院，你是破窗。你是占领主席台，你是针对所有国民党的立委要挑战、要罢免、要给压力，这是赖清德口中的更大的民主，就是罢免的大罢免时代来临的时候，
然后你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在南投宣讲的时候说确实要罢免，从上到下，民进党看起来都是这个基调。所以是谁在让台湾的政治环境变得糟糕？谁是输不起的那一个？谁是兴起大罢免时代的人？就是民进党嘛。如果你们兴起了这个大罢免时代，那国民党只能以战止战了，只能以罢止罢了。国民党从来没有要自己发起这个罢免，是你们从基隆开始恶罢，一路挑选这些国民党立委。我补充最后一句，刚才民进党朋友说，那你要有理由啊。那请问你挑国民党27个立委，你的理由是什么嘛？怎么刚好有这27个立委让你有这么多理由嘛？所以你基本上就是要恶意的罢免嘛。所以如果你的出发点是恶意的罢免，然后在2025明明是一个非选举年，你要让台湾的民主乱糟糟，只是因为你输不起，而且在立法院你完完全全你的政策没办法投票赢的话，你就要轻启恶罢，我觉得全民都看在眼里。李堂，一个理由非常简单，就是要扭转朝小野大嘛。但是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你们的蓝鹰哪里去了？你们怎么不把那些蓝鹰回来斗青鸟呢？不讲得有声有色吗？蓝鹰回来吧，蓝鹰在哪里？我补充一句话就好。大佬，因为呢，为什么国民党今天下午这些推播的新闻大家会这么亢奋？最大的原因是因为8九闽狼狼跟青鸟来到国民党外挑战，那个表现不错。以前我们就摸摸鼻子找一个人来接那个战术，可以。我们现在我问蓝鹰，不要搞小编。我们现在就是要正面对决。然后呢，还有一些侧翼来国民党拿那个入党申请书，我们就下回去。然后我们的 KNT 小编是24小时在回应这些来洗版的绿营侧翼。这代表什么？我们不会再让了，我们不会再让，国民党不会再让，再也不让，寸步不让。那这个这样哈，因为民众党没有人可以罢免，因为都是不分区嘛啊。那态度到底怎样？其实我觉得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我想要回应一下伟山的。伟山刚刚他的确提到了，他说到底这些国民党的立委，他应该是说到底这些民进党的立委做错了什么？那同样一句话，我们想要奉送给民进党哦，或许你们应该问问看你的高层，这些国民党的立委到底做错什么？我们所看到的是很多国民党立委非常认真的在推动法案，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民进党的立委一直为反对而反对，很多的法案，比方说像财划法，比方说像公益揭弊者保护法，他们都没有自己的法案，然后只会反对别人的法案，这个难道就是一个负责任的立委应该做的事吗？所以罢免不应该沦为一个仇恨动员或者是政党的一个资源战。但我们确实看到现在有很多，包含在台中，确实有很多民进党的助理或者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开始参与到他们所谓的公民团体，开始来发动所谓的大罢免，还有大罢免潮。所以同样的事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今天民主已经通过了新的民意，选出来了新的立委，而这些立委并没有做错事情，那到底为什么他们要被人罢免？所以当然站在这个立场上头，我们希望台湾是长治久安的，我们希望民主不是这样说翻盘就翻盘的。当然在这个态度上，我们会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民主党会到时候会帮忙国民党去反对这个罢免那些蓝委吗？我们反对恶意的罢免。休息一下再回来。李堂。现在好几个这个6都的市长呢，任期要满了，比如说以蓝营来说呢，这个台中市卢秀燕，新北市侯友宜，那任期都要满了，台北市没问题，蒋万安会继续选啊。那当然大家关心新北市，之前大家也讨论过也做了民调那李四川最高那李四川呢，我问过他本人，他就说他原来是坚决不选的，他现在是说我现在是台北市副市长。我如果现在说我要选，那这我怎么对议会交代呢？所以呢，反正现在有兴趣的人让他们去跑嘛，跑到了最后的时候看谁的民调高嘛，所以他没有排斥如果到最后还是他最高，那他就不排斥下来。如果说到最后别人跑得比他好，那就别人去嘛，他没有说一定了，我就是态度很好了那台中到底谁会那说他们就因为江启臣上次跟卢秀燕争国民党初选他只差1-2个人还2-3个人，差一点点输给卢秀燕，但他很有风度，就是我既然输了，愿赌服输，就让卢秀燕去选。卢秀燕做的也很好那所以呢，国民党如果派江启臣，那民进党派谁？所以现在民调最高是蔡其昌那虽然说蔡其昌有没有意愿不知道，但是反正就做吧。那如果这2个人选的话呢，差的不多，43比36，差7%。
没有决定22%哦。那他们之间呢，20到39岁支持蔡其昌比较多，所以民进党对年轻人还有他一定的这个支持度哈。但是40岁以上就是江启臣了，多很多哦。那整个加总起来，江启臣还是比较多哦。那政党哦。政党不用讲了啊，大家都全力支持自己的国民党83%支持江启臣，民进党81%支持这个蔡其昌。中立到底有多少？中立的37比27，中立的江启臣比较多，中立也蛮重要的哈。那另外呢，对卢秀燕满意的有多少愿意支持江启臣？对卢秀燕满意的57%支持江启臣，不过还有26%是支持蔡其昌。哦，这点哈，就是说两边在这边争执，在争夺了哈。那对刘秀燕不满意的也有13%要支持江启臣，但是有73%都支持蔡其昌。另外呢，这个如果蔡其昌不选，那谁要选？何新纯50比26，就差蛮远了，差江启臣。那如果是陈世凯53比21，差得更远了。那如果不是江启臣，而是杨琼英来选的话呢，杨琼英跟蔡其昌差2个百分点，36比38啊。那杨琼英跟何新纯多4个百分点，那杨琼英跟陈世凯那多了13个百分点啊，所以呢，基本上呢，大概是最新 TVS 刚做的民调出来。来，暐瀚怎么看？台中人，我很关心，在看刚刚主持人在讲这民调哦。其实我自己是台中人，但现在没有住台中，亲友都在台中嘛。这个离现在目前的这个民意现实应该非常非常接近的，因为江启臣第一个，他之前跟卢秀燕是8年前哦，他就君子风度，所以礼让。现在江启臣是做什么？他是立法院副院长，之前还是国民党党主席，然后呢，他跟韩国瑜院长又是2个人又那么的这个兄弟之谊。他绝对就是他了啦，当然杨全伟也非常资深，可是他们民调一比就江启臣，所以这没有什么疑虑。可是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因为现在执政的是台中市是卢秀燕市长，是国民党，满意度又高，所以对民进党来讲挑战会相对困难，所以就会指向民调最高的人就是蔡其昌。那因为在我们去年的11月的12强棒球赛的时候，蔡其昌身为中华职棒的会长，他也到日本去，他跟棒球人的互动，你看跟陈杰宪等等，在年轻族群跟棒球迷这2块当中，他是有很高的满意度的。但也因为这样，我的了解啦，因为刚刚那个康哥讲了一下李四川，我的了解，蔡其昌根本现在目前方向没有要去选2026的市长，好好当他立法委员，然后在他的棒球的运动，尤其是马上3月就要职棒开打了，所以这2天你看这个民调今天出来以后，明天记者去问他已经讲说，我专心现在的事情，没有在想2026，可他民调比较高啊，那比较积极而且认真在跑的是何新纯，可是何新纯现在民调离得有点远，但因为离选举还有这个不到2年，但也将近2年的时间，后续可能还会有变化。蔡其昌因为最近棒球啊等等很火热嘛，所以有花篮效应啊。那江启臣当了副院长以后啊，好像半个隐形人似的，哦，媒体他也不上了哦。然后呢，这个因为立法院还是看到韩国瑜在表现嘛，一个副院长也不能去这个抢了院长的这个风头哈，所以可能在地方上是有耕耘了，但是媒体上看到比较少。我认为其实也是蛮吃亏的了。很多时候当了副手就不能出头嘛，哦，所以你只好隐忍哦，这个偶尔让你主持会议你就主持一下，如果院长没有让你主持，你讲什么？哦，通常质询也不值了，表决也不表了，等等所以蛮吃亏的。我认为这点上其实蛮吃亏的了啊。来，这个民进党发言人怎么看？你们到底台中市怎么布局？现在都还没有确定啦，但是就基本上应该就是在今年的时候，希望可以有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雏形。那但是目前就是大家兄弟跟登山各自努力嘛。那现阶段当然我知道何委员跑得非常的勤，那他本来就是基层实力非常坚强的一个人。那我前一阵去台中啊，我觉得台中对他的这个喜好度也是算是挺高的，因为女生嘛，然后比较亲和力，然后基本上他过去在他自己的选区里面都是基本上可能是全台湾最高票的立法委员哦，他曾经有拿超过10万票。所以其实他的基层实力是坚强的，所以我觉得他的续建的能量是还没有爆发开来。那当然，像蔡昌委员他自己本身在这个棒球界其实非常的耕耘很深，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台湾雄用这类春联的这个发放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联署点也有在发啦。那我们会看到，其实来的人真的非常多，那甚至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族群，甚至是不关心政治，其实都有，所以他们各有不同的能量。那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候选人。那就是到时候就
就是看看到时候怎么去整合这个盘，那怎么样让台中可以让民进党可以重新在里面再站起来。老陈，哇，我觉得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啦，那下一次的台中市长应该是江启臣不做第2人选。那这里这个民调的时候，有一点点不应该有这样的困扰，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就说上一次投给这个卢秀燕的人，不是投了满意卢秀燕的，不是支持的，上一次支持卢秀燕的，这一次有1/4回到蔡其昌。是因为上一次卢秀燕太厉害了，拿了50几%，而蔡其昌只有19%。那既然这次是蔡其昌本人，那对上的是另外一个人的话，我觉得上一次原来支持蔡其昌而给卢秀燕的票有1/4会回到蔡其昌，这个我觉得不用害怕。不过上次卢秀燕在选内是因为韩国瑜在选高雄市长嘛，所以其实韩国瑜的效应扩大到全省。每一个候选人其实都这个受到影响。卢秀燕上次选举民调都是他输呢，卢秀燕自己也讲啊，只有1、2个民调说卢秀燕会赢，其他都说卢秀燕会输，就一开出来盘，卢秀燕大赢。来，这个采薇。虽然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江启臣现在是立法院的副院长，的确他的这一些在媒体曝光他会比较少一点点，但其实这个张副院长他自己其实也有认知到这个部分，所以他其实也用其他很多的方式，比如说因为他自己有个基金会嘛，他就会定期开一些包含国际议题啊，或是一些军事议题的一些记者会啊、论坛啊等等。那他在开这些论坛的时候，我们都有发现其实去听这些论坛的人很多都是年轻人，而且对国际事务非常有兴趣的年轻人，而且这个数字是很多的，所以我认为他在这方面的经营，我觉得他完完全全是准备好了。但蔡其昌的部分呢，的确在台湾首用的这个春联出来的时候呢，我认为他是有一点点影响到，所以也提高了蔡其昌的声浪。但是我认为他这个声势可不可以延续下去，有待观察。而且很大的一个重点是，蔡其昌现在他就是都在讲棒球的部分，等到如果他有一天把这个棒球的部分呢，可能跟政治扯上关系，那再来看看这个民调会不会持续这么高。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台中在国民党在台中其实经营还是还蛮深的。那刚才这个伟山讲到，其实全台湾最高票应该是洪孟凯啦，就在整个的比例上，所以是孟凯哈。那我知道，就是何清纯他走得很勤，那他在立委的选举也选得还不错，可是偏偏在整个市长格局，他有没有到那个格局是市民都会看的，所以我觉得不管现在是江启臣或是杨琼英，对上这个民进党潜在的3位人选，看起来都有优势，那希望能够把这个优势能够保持下来。蓝白会不会合很重要的？事实上，我觉得他们的满意度差。